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面前的就是小米全新的 SUV 系列小米御7啊！我现在快速带大家看一下这款车有哪些卖点。先带大家快速过一下外观啊，小米这次呢属于超前点映，所以今天视频里的所有环节都仅供参考。正式开卖前还可能会有一些细节改变，这个大家以官方为准就好。这一次现场配色曝光了2款，一个是这款叫做宝石绿，这个绿色很大胆啊，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英伦复古绿，而是一种特别鲜艳的绿色。我当时看到这个外观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和新能源绿色牌子最匹配的车漆颜色，这不就有了吗？之所以叫做御7这个名字，小米官方解释叫做御风而行，车的头身比是1:3。作为一台电车，明显要觉得它的车头会更长一些，特别是考虑到电车前边没有发动机啊。小米给出的理由呢是，他们经过调研发现，目前头身比在1:3这个比例往往会被看作是比较豪华好看的车型，所以他们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。现场还展示了另外一款钛金属银色，我平时并不是很喜欢银色，但是这么一对比，觉得银色太好看了。目前官方曝光的就是这个绿色、银色，然后加上之前最早还有一个深蓝色，其他颜色可能要等到正式发布会了。外观部分分享几个细节啊，这次车前大灯很长，采用的是空间交叉的一横一竖2个灯。这个车前大灯啊，他们刚才跟我说，他们是用了一个贯穿式的，就真风洞的设计。也就是说，当我风从这里进去，然后呢，从哪出来呢？从这个位置出来。能看到吗？这个是车机前盖，这里有一个风洞，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了风阻。像这样的风道，除了车头，车尾也配备了几个啊，尽可能的去降低风阻，实现更长的续航。除此之外，这个位置车后轮这位置也有风洞，风从这里进去，然后从这里出来。车前盖依然是朴实无华的小米 logo， 我真心的觉得小米汽车值得专门定制一个 logo 啊。车身尺寸方面，车长接近5米，车宽接近2米，车高1.6米。车长和车宽和我的理想 L7 比较接近，高度呢是矮了15厘米左右，和特斯拉 Model Y 相比，车长了20厘米左右，宽了一点点，矮了2.4厘米左右。小米御7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去提升安全检测，尾灯呢是和速7有相同的家族设计语言，车尾上有一个小小的尾翼，还挺好看的。门把手，当用户携带车钥匙或者手机靠近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收起，用户手指在门把手中捏一下，车门就会打开啊。开门之后呢，门把手会自动弹回。后视镜采用的是一个无边框的设计。接下来我带大家进车里感受一下。目前现场展示的是一个橙色内饰，没有其他颜色曝光。我推测不管怎么说，黑色和白色内饰肯定有吧。车门采用的是麂皮、科技皮和编织网材质组成。这次小米几乎在内饰上都采用了这种不同材质的包裹。当我们进入车内，这次可能是最吸引我的，就是想看看小米的这个全景显示屏。这块全景显示屏之前宝马有一个全球首发，对不对？小米这个呢是量产首发。现场对比的话，宝马和小米的全景显示屏技术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啊，都是一块贯穿全车的黑色长条投影区域。这个屏幕内容实际上是下方投影上来的，就真正的屏幕是在下方，这个大家能看到吧？下方呢，从左到右是3块 mini LED 屏幕，然后通过镜像实现的投影，逻辑其实类似于 HUD， 但是亮度更高，色彩也会更丰富。同时呢，因为它是一个黑色座底，日常驾驶的时候会更加安全。左边就是驾驶员正前方的是仪表台信息，中间呢是地图，右边呢现在是音乐。这3个区域大家是可以自定义的，有其他不同的模块啊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展示啊。正式发布会它会揭晓谜底。能小小的暗示一下大家，就是模块设计的很本土化，很有趣。我得到的信息啊，仪表台是可以自定义最左侧还是放在中间的，但是不能放在右侧，这个是法律规定的。中间这个地图模块，我现场给大家操作的几个导航操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效果。右侧音乐模块，它那个波纹啊，会自动的去匹配专辑封面的颜色。同时呢，车内的氛围灯也会随着专辑封面的色彩一起变化。不过现场因为光线比较强，所以说氛围灯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。全景显示和传统的 HUD 不同之处就在于对于视野的限制很小，即使是副驾或者2排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全部的内容。
有人可能会比较关心啊，这个是否会遮挡驾驶员的视野呢？我现在给大家看的画面呢，就是完全模拟我自己在驾驶的这个视野啊。我是182的身高啊，然后现在把座椅调到最低啊，大概是能看到这个全景显示，然后能看到这个车头，然后两边这边2个隆起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不过配备全景屏之后啊，预期就没有单独的 HUD 了，这个还是有一些遗憾的。如果能够再结合 HUD 同时显示就更好了。不过目前啊，我也没有真实驾驶过，也不太好直接下结论这个体验如何。方向盘，我这台车因为它是工程版，所以还没有办法调节位置。视频里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可能就比较低一些，给我锁死了，防我啊！小米防我。这个是右侧换挡拨杆啊，依然是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换挡方式。左侧呢，则是转向灯、雨刷和大灯的拨杆。这次中控区域一个巨大的改变呢，是取消了 Start Engine 那一排实体机械按钮。这个扶手区其实变化还挺大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在速7上的那个 Start Engine 以及那几个按钮，实体按钮被取消了。对于小米预期来说，你只要上车、踩刹车，然后挂档啊，就可以驾驶了。但是小米它防我，现在不能开啊。这个位置呢，有2个放手机的这样的区域，然后它是可以实现给手机最快80瓦充电。这里有2个出风口，这个位置是预期全新的一个水杯支架，它是这样，有一个液压一样的这种阻尼感，我觉得这样好看一点吧。升起来的时候没有这样好看。如果你让它升起来，就按这个按钮，这里有一个金属按钮，哎，有点这火箭发射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扶手箱，这里是一个硬质的橡胶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分割夹层。关于车门的几个细节啊，首先前后车门都采用的是双层夹胶玻璃，去提升隔绝噪音的能力。其次，在前门内侧的开门设计上呢是这样的，主驾和后边还不太一样，因为主驾它的门把手在前面，所以前面呢它加了这样一个空位，我开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按这个钮，然后就推开。但是关门的时候很少有人拉这个位置，所以它在这里啊做了一个镂空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。而在后门的开门设计上呢是这样的，这个时候4指放在这个空间，拇指按压两边施力，哎，这样就打开了。所以这个逻辑啊，习惯之后倒是还好啊，就是一开始需要刚适应一下。座椅位置预期搭配的是纳帕真皮，然后前排2个座椅是支持座椅通风和加热的，后排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支持加热的。中控台下方有一个更大的储物空间啊，这个大空间里隐藏着2个小的储物空间，其中下边呢是放香薰配件的，上边有一个小格子，我问了一下，单纯的它就是一个小格子。然后呢，前方有2个 USB-C 接口可以充电，然后也可以用来投屏。这次前排有个小细节，是它的遮阳板的小镜子升级了。现在支持3档色温调节和3档亮度调节，一旦事态发展到小家电领域啊，就是小米的强项了。2个前排座椅是支持零重力的同时配备了腿托。我给大家实际测试了一下，我的身高来看，虽然说空间没有很宽敞吧，但是它是可以平躺开的，好像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另外呢，我这个身高在驾驶位头顶空间也还可以，毕竟这个车它就只有1.6米高。拍摄的时候忘记带尺子了，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再测测具体的数值。说完前排，快速看一下2排。需要说明啊，我坐这个位置，它的腿部空间呢是在1排按照我的身高舒适位置调整的，所以说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前后坐了2个1.8米左右的人这样一个状态。脚呢是可以放到前排座椅下方的。2排中控区域下方是一个冰箱，上方是一个小屏幕。小屏幕因为我拍到了处于保密阶段的内容，所以视频里只能给大家打码。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这块屏幕它是支持2排温度调整的啊，还能够做一些屏幕能够做的事情，就只能说到这些了。2排座椅下方有2个储物槽，好家伙，有点回到以前那个装修时候很流行的床下边放抽屉那个时代，对不对？其中2个储物槽还不太一样，右边呢是一个抽屉，左边呢则是完全开放式的。我在现场问了一下小米为什么要做成一个开放式的，小米说你可以放一个纸巾什么的比较方便。然后我就脑补了一下从这个屁股下边抽纸巾的这个画面啊，大家觉得这2个储物槽你会放点什么东西呢？2排座椅我有一个很喜欢点呢，是它可以向后倾斜，角度是133度，倾斜下来之后坐的还是挺舒适的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一旦你靠到最后方，头顶空间就会被很大程度的牺牲掉了。小米出的这2款车核心还是前排体验，就开起来必须要帅，这是这款车最重要的定位。最后再说一下前备箱和后备箱啊，后备箱空间挺大，有一个下沉的储物空间，不过按钮的位置比较靠下，在车牌上边，配合上小米15S Pro 上新增的 UWB，应该可以实现用户
站在车后方停了一段时间，自动开启后备箱。前备箱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车头很长啊，前备箱空间也相当的巨大。最好的一点是它支持电动开关门，你可以在车里开门，也可以在车外通过翼子板旁边的有个实体机械按钮一键开门，然后在你放置完物品之后再一键关门。我自己日常使用手动前备箱，一个很大的困扰，开启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把它那个电动按一下就开启了，但是关上的时候，很多车前盖都是灰啊，关完之后不仅一手灰，车前盖上还会留2个小手印儿，这就降低了我的使用意愿。所以说，小米车前盖这2个电动开关，我希望所有具有前备箱的车企都能够配一下啊。实体机械按钮呢是只有主驾这边有啊，副驾那一侧是没有这个按钮的。以上就是我简单体验小米预期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使用感受，现在还处于开卖前的发布会前的预热发布会啊，所以还有不少环节呢没有拍板定稿。我对这款车还是兴趣很高的啊，今年下半年除了理想的纯电，然后宝马新时代那个量产车型之外，小米这款应该是我非常有购买意向的车型，我会持续关注啊，之后有新的消息再和大家更新。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